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我们在前面有谈到不同身心障碍机构安置的类型，有全日托，有日间机构，也有夜间服务社区居住的部分。大家看了应该会觉得很困扰，有些人会问，好像第一类的精神疾患的朋友没有谈到他们安置的问题。是的，精神疾患在社会工作领域分类中是属于心理卫生的领域，这个部分比较特别，谈到身心障碍的相关福利输送的问题，有别于其他的障碍类别的思考模式。精神疾患的朋友时常要考量疾病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特别开一集来讨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那如果我的家人要住机构的话，在机构的选择上要怎样来做抉择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。如果我的家人需要住机构，我应该怎样来做选择？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选择，不是一个空间环境、价钱啊、服务品质啊，我们不是要谈这个，我们要谈的是要选择身障机构，或者是养护机构，或者是护理之家。今天要谈的是这个部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怕大家听到后面就昏头了，所以我把重点先说在前面。政府补助机构安置的法源，按月补助的只有2种类型。第一，身心障碍者日间照顾及住宿式照顾服务费用补助办法，这个以前称之为身心障碍者托育养护补助，或者简称身托，或者是托育养护补助。第二，失能老人机构安置补助。另外一个是每年一次性的补助，住宿服务使用者补助方案。108年9月12日奉行政院核定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，补助年度入住7类住宿式服务机构累积达到90天以上，被照顾者综合所得税申报状况符合以下的条件：第一，累进税率未达 20%。第二，股利及盈余纳入综合所得税合并计算。第三，未课征基本税额。依被照顾者的税率集聚，给予每年一次性的补助。一，综合所得税的税率集聚是0%的补助6万元，集聚5%的补助54000元，集聚12%补助45600元，集聚20%的补助0元，采阶梯性的金额补助，一年最高领取6万。申请111年年度补助，若未及于112年3月1日前提出申请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前者要有身心障碍证明，后者要老人且失能。所以在选择机构的属性部分，我们需要先从年纪说起。如果今天我们的家人未满65岁，需要政府的部分补助或全额的公费安置协助的话，如果他65岁以下，就需要有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，这样子才有公费可以安置选择身心障碍机构，或是老人福利法机构，或者是护理之家。因为各县市需要安置的人数与可以提供的机构床数不一定刚好，
多半是不够，所以出现老人福利法下的机构收容身心障碍者的补助安置状况，所以县市政府的身心障碍签约的单位，除了身心障碍机构之外，还有老人福利法下的机构。选择身心障碍机构的时候，要注意不同的身心障碍机构收容的标准也是五花八门，有不同的年龄，有不同的障别的限制，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。如果没有身心障碍证明，65岁以下需要住机构，那不好意思，他只有全额自费入住老人福利法的机构或是护理之家，并没有任何公费，没有任何的补助。当然在这个状况下，是指一般正常的状况，不包含儿童、少年或因为一些保护原因需要紧急安置的部分，这个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。如果65岁以上，选择性就比较多了，基本上他可以选老人的公费安置补助，或是身心障碍的安置补助，这个是有关于不同补助它的法源跟项目是不同的。至于机构的选择上面，所谓的身心障碍机构，也有所谓的老人福利法下的机构，例如安养机构、养护机构，在96年以后立案的机构，统一称作长期照顾中心，依程度轻重再区分为养护型与长期照护型及失智照顾型3种。另外，在医疗法中还有所谓的护理之家。如果我们用照顾的需求来做比较，依序排列，由照顾最少的到照顾最多的，依序是安养机构，再过来老人照顾中心养护型，或是养护机构，在上面是老人养护中心长期照顾型，或者是护理之家。这3个类型中最大的差别点有什么不同呢？安养机构是照顾生活自理都可以自己来的长辈，像荣民之家或部立的老人之家，这些单位里面有许多的长辈是可以活动自如的长辈。老人照顾中心、养护型或者是养护机构，收容是意识正常、生活无法自理的长辈，只能收容最多2管的病患。通常这2管是指鼻胃管、尿管跟胃造口。老人养护中心长期照顾型或者是护理之家，罹患长期慢性病需要医护服务的长辈，在这样的机构可以接受3管的照顾，是指鼻胃管、导尿管、胃造口、气切管。有人会问，老人养护中心长期照顾型跟护理之家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？有一种说法是这样，就是它的差别点就是负责人是否具有护理背景。如果是护理之家，他的负责人需要是护理背景；如果是老人养护中心长期照顾型，他的负责人不需要护理背景。在照顾的人力配置上，护理师的比例，长期照顾型是15:1，养护型与失智型是20:1，身心障碍机构是40:1。但是身心障碍机构收容失智、植物人、重瘫、
长期卧床的每15个个案要配置1名护理师。照顾或生活服务员的配置，长期照顾型日间是5:1，夜间是15:1；养护型日间是8:1，夜间是25:1；失智型日间是3:1，夜间是15:1；安养机构日间是15:1，夜间是35:1。身障机构第一重建机构日间是需要配置，夜间每照顾10到15名个案配置1名，这个部分可以与训练员合并做计算。第二照顾机构日间每照顾3到6名应该配置1名，夜间每照顾15名应配置1名，这个部分可以与教保及护理人员合并计算。老人福利法机构的设置标准当中，所属的机构随时应至少配置1名护理人员及1名我国籍的照护服务员。在身障机构、重建机构，日间每照顾10到15名应配置1名训练员。第二，照护机构日间每照顾3到7名个案应配置1名教保员。有很多人对于送长辈去机构有一些迷思，其实这只是众多选项照顾方法的其中一种，并没有对或错，只有合不合适如此。选择机构是一个选择的答案，如果你想选这个答案，希望这一集影片对你有一些帮助跟认识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